这个世界希望你是脆弱的，希望你是没办法控制自己，希望你是成瘾的，不管是对什么事情成瘾，零食成瘾、酒精成瘾、饮料成瘾，任何成瘾，人与人的连结成瘾，或者是什么成瘾，太多成瘾讲不完。这个成瘾就是经济的来源，就是商机的来源，就是让我们不断的陷在这些 cycle， 陷在这些一个无法跳脱的流沙之中。你感觉状态不好，你感觉你生病，你感觉你忧郁，通常你去看医生，医生通常会开药给你吃，但是你吃了10年，吃了15年，吃了20年，从来好不了。有时候我们去喝饮料，或像 Peter 本身是饮料是有点成瘾的，但 Peter 有意识到说，我们在成瘾的这些过程，为什么我们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反复做相同的 pattern、相同的模式？像我有朋友对夜店成瘾就是不能不去，不去就会非常的痛苦这样子。然后这个成瘾，但是成瘾带来什么？带来商人的收益，带来人与人之间互相的需要，带来这个世界经济的流动。所以这个成瘾，这个有时候你没办法控制自己，你需要这个你脑袋的这个多巴胺你要意识到说你在做这个行为，例如说吃零食，做这个行为的一瞬间，你感受的那个舒服、那个很爽的感觉并不是一个长久的快乐只是非常非常短暂，而且不断的去 fill up， 不断的去给你的这些脑部去喂食这些快乐荷尔蒙的这种感觉长久下来，你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忧虑，越来越忧虑，因为我们已经卡在这个pattern 这个负面的流沙之中每到星期五一定要买零食，每到星期五一定要一定要抽烟，或者是每到星期五一定要去喝一杯。但是我们却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做这些强迫的行为的过程，我们在这些我就是要爽一下，我就是要的行为的过程，爽完之后，我们建立了这个快乐情绪与这个行为的连结性，但我们同样的也训练我们的脑，在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变得更忧虑。我们不能没有这些行为，不能不做这一些，永远受到这些人事物的控制。你可以对人成瘾，对事成瘾，对物成瘾，什么都能成瘾。你的成瘾呢，就是你给了别人的力量，你给了别人控制你的能力。有时候轻微的成瘾不是什么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说这个成瘾会让你只能做这些事情，而没办法去看其他的事情，没办法去接触其他事情的时候，那就变得非常的可惜，就变成我们在人的一生的过程中，我们的视野变得非常的局限，我们的想法也变得非常的局限，卡在一个小框框里，我们没有办法接收到这个宇宙全部的频率只能接收到这个宇宙这么一丁点、这么一小点的频率特别是人们很常 build up， 很常建立起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这样的人呢，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长久下来训练我们的脑，就是二分法，就是非黑即白，就是对与错，就是像黑白琴键一样这样子。当今天是黑键的时候，或者是白键的时候，
就变得极度的痛苦，极度的忧虑，永远无法感受这个合一、这个无限喜悦的感觉，这个比较能持续比较久的快乐这样子。那所以大家可以细细的观察看这个世界运作的方式，这些产业怎么产生的，这些需求从哪里来的，都是由人的意识而产生。这些需求根本你要它存在也可以，要它不存在也可以，一切都是我们这个意识的这个 drive， 这个本能的一个向外扩张的一个动力，一个欲望。如果说把这个欲望转换在更有这个建设性的事物上，我觉得这个能量会有更良好的运作这样子。